迎收看凯西没有盖瑞。这一集呢，凯西来到东家，我要去追大刺金喽！这一次呢，我们来到了东家的娃娃屋，我们要来去追大刺金。那东家娃娃屋要如何抵达呢？通常呢，台湾出发的话呢，两个方式会比较容易。第一个是直接飞纽西兰、奥克兰，然后再转飞机到东家的首都，然后再搭乘国内线到达娃娃屋。那凯西我呢是选择从台北飞香港，香港飞斐济。然后斐济呢有直达娃娃屋的班机，我觉得机票差不多，之后还要去斐济，所以这是我的选择，给大家参考。这一次呢，我是参加欧大的东家大刺金的潜水团。那大刺金它为什么会来到东家呢？因为每年的6月到10月，它会从南极一路游到靠近东家这个水域。那娃娃屋是比较近可以看到的地方，那它会在这个地方交配、繁殖，然后以及哺育它的幼精。那等到10月之后呢，它们就会再回到南极。所以在娃娃屋这个地方呢，看到大刺金以及能够下水去跟它们一起游泳的几率是比较高的。这一次呢，我们一共会出海5天。那主要我们会在这边呢看大刺金有3种形态。第一个是母子金，就是妈妈带着小孩。那因为小孩呢，他换气时间比较短，所以说呢，他会一直不断的需要上来换气。那如果有遇到妈妈可能比较熟悉人类会一直在旁边游的话，他们可能就会放任小朋友在上面跟人类玩耍这样。那另外一种呢，我们叫做 he run，he run 就是雄鲸它在追逐母鲸，就是它求偶的一个状态，所以你会看到大刺金在冲刺这样子。还有一种就是 crazy whale， 鲸鱼它可能会玩耍，然后可能会一直不断跳跃出水面，然后去展现自己的状态、自己的优势这样，然后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奇景。我现在呢人在斐济的机场，准备要搭机前往娃娃屋。现在呢要准备去娃娃屋，我们要搭的是这个小飞机。天哪，太小台了吧！2个小时的飞行之后，我们抵达娃娃屋喽！哇，不愧是远到不行的一个国家。现在出来了，然后这是我们这一次跟的欧大的东家团，对，大刺金。天气都这么不好吗？没有，今天天气变差，有点紧张。在娃娃屋这个机场出境的地方就长这个样子，没有办法换钱，没有办法买 SIM 卡，就是算是比较小的机场。它机场里面也完全没有 WiFi， 建议大家先买好东家的 SIM 卡，因为我是自己有买漫游，可是在这个地方完全没办法使用。那等一下我们会再去买 SIM 卡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要出港的地方，天气呢非常的好，整个海上非常多的帆船。好美哦！龟山岛出发。我们要出发喽！东家追大刺金呢，非常的保护。像我们现在在海上，你可以看到我们周围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其他的船，然后有的话也都是距离会非常的遥远，那里非常的遥远，所以大家会排队。例如说我们在那个方向看到大刺金，可能说那边有，但是觉得你不会说那边已经。但如果刚好2艘船靠近的时候有大刺金，他们就会无线电沟通，距离记得人先下，然后就是去做一个排队的。所以我觉得是蛮意外的，因为我原本以为在东家这边追大刺金，因为整个海上都是船，殊不知完全没有。那在东家追大刺金呢，可以看到这个浪，其实已经算是非常好的海况了。通常浪都会非常的大。所
所以建议你本身如果水性非常不好，然后不是非常怕浪、容易浪的人呢，建议还是先练练，然后再来会比较好。不然的话，你可能一下水就会非常的惊慌失措，可能就是会让自己陷入了一个危险的环境，因为这个浪很大。老实讲，我自己在船上我都超级难看到我的团员们在哪里，上面的人要很仔细看你，他才会看到你在哪里，会有点危险这样。所以建议大家呢，就是如果也是初学的潜水的人呢，就是还是先多多练习，多多去海边自由潜水，然后再参加这个行程会比较好。对，上面好好看哦。哇，翻肚了！Let's meet down at the lonely lake. Before summer has gone. 我们现在呢，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燕子洞。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洞？哇，可以看到那个水的颜色其实蛮漂亮的哎。
追大刺金有一个规定是，你的船就是只能出6个小时，所以他每天出发的时候就会有人看你的时间，然后他就会记你回来的时间，所以是完全不能迟到。距离我们要回码头的时间只剩下大概半小时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就是来燕子洞玩一下水，就不追金了。我们这一次住宿的酒店就是这个50 Hotel， 开箱一下房间，2个人睡一间，然后这个是海景房，哇，这是海吧？海景房，浴室、备品都有。现在呢，要准备来吃早餐，很台式的一个早餐。我们现在呢是晚餐时间，晚餐吃饭的地方呢跟早餐是一样的。哇，晚餐的菜色很丰盛呢，要吃不完了。这是我们的第2天的早餐，兰州牛肉面。不是兰州，哦，不是吗？被占中片。OK， 反正就是牛肉面，蛮意外的。我原本以为今天的早餐会跟昨天一样，我本来以为早上都一样，殊不知竟然会变，不错。我们的晚餐今天吃的是餐厅，目前陆续上菜。各位同学早安，今天早餐又吃回中式的早餐喽。晚餐时间到，今天吃火锅，耶！许愿成功，我们今天许愿说想吃火锅，晚餐就是火锅。好了，大家早安，第4天开始有点奇怪。今天的早餐番薯粥哦，今天是番薯粥哦，不错。哦耶！大家晚安，我们又来到了晚餐时间。满汉全席，噔噔噔噔噔噔。老板有越来越知道我们的口味，他有越做越清淡哦。OK， 潜水完之后呢，准备要来一杯珍奶。没错，我在这个东家呢也是有珍奶可以喝的。然后我们的饭店呢就在这边，隔壁的隔壁间。这一间 Summer 这边就有卖奶茶，红色的，这边就有卖珍奶，没错，可以买，就是蛮有台湾味道的奶茶，我可以接受，我很喜欢。潜水完喝一杯珍奶，真的超开心。住的位置其实就是算是市中心闹区，但东家算是一个蛮原始的国家，就是能逛的店真的不多。改天会带大家去逛他们这边可以买一些纪念品或者是 T 恤的店。在我们住宿的这个地方，然后它的正对面，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楼梯，这个楼梯走下去呢，就是一个市集。那个市集呢，就有卖一些蔬菜水果，然后或者是手工纪念品。这边有一条路，然后都是一些店，一些店家，然后也有一些餐厅啊，然后跟一些纪念品的店。然后对面这间就是欧大说蛮好吃的一间店。在行程的最后一天，我终于有机会来喝到这间的咖啡了，它叫做 Tropicana Cafe。它这边有一些汉堡、burritos、披萨跟咖啡，给大家看一下营业时间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可以来试试看。然后像这间呢，是一间纪念品店，然后我蛮喜欢的，我有在这边买他们的金鱼骨头的项链，就是这样子一间小小的店，然后买很多的金鱼骨头。我每次潜水完，如果离晚餐时间还很远的话呢，我就会出来走走。这边基本上都是走路可以到的距离。哦，有一间店呢是大家来这边会去的一间做衣服的店，我觉得那家蛮酷。可是它里面应该是不能拍摄的。简单来讲，它就是有各种各式版型的衣服，例如说像一般的 T 恤、圆领 T 恤、V 领 T 恤，或者是吊嘎。那它墙壁上有非常多，就是他们已经过去打印过的一些模板，可能跟金鱼有关的一些图案，然后有非常多种图腾可以去做一个印刷。那它的位置呢，就是在一样这条热闹的街上，往前看就会看到这个
这个很可爱的小屋子，然后这间是一个银行，然后它就是在这个里面。它同时间也是一间咖啡厅，所以也可以去喝咖啡，然后去做衣服这样。那一天去逛过之后，我个人觉得单价算有点高，所以我就比较没有想要在里面买东西这样。我们今天来吃这个绿色的装潢的这家店，然后这个算是不确定是不是当地美食，但是我看了很多天，然后就是看到别人买就是这样一大盒，然后我们买的其实就是炸鸡，下面这个是 cassava， 那意思就是木薯这样。不好吃的，我觉得大家如果经过的话，肚子饿可以来吃炸鸡。超饿。临时多留了一天，今天来一个无人岛之旅，准备出发。好的，我现在人已经在瓦瓦乌的机场。那刚刚准备 check in 的时候蛮有趣的，因为这个机场真的很小，所以它的 check in 行李是每个都要打开来去做人工的检查。那只有你的 carry on 会有一个 X 光机去做检查。这一次呢，瓦瓦乌的5天追鲸的心得想分享给大家，就是我个人觉得东家这边追鲸非常的难。我觉得它的难度呢是来自于它的规范。那这个规范我觉得是好的，像是人不能离大自径太近，就如同大家之前影片看到的，一整个海域呢其实只会有一艘船在一个定点，然后呢船都是开得很慢的。那前导也会依照就是那只鲸况决定我们是否能够下水，一次下水加上鲸导最多就是5个人，所以就是4个团员，然后加上1个鲸导最多就是5个人。所以如果呢我们跟别的船 share 同一只大赤鲸的话呢，也是要等到别的人上了船，我们才有办法下水。大赤鲸游动速度很快，那我觉得基本上如果没有一定能力的话，是会非常难追到的。还有像是母子鲸呢，是不能躬身下潜的，因为如果你躬身下潜的话，很容易就会造成妈妈会觉得很紧张，会马上带小朋友离开这样子。那他们可能未来就会比较不信任人类，所以就是有像这样子的规范，希望大家都可以遵守，保护这一片海域。我这边有几件我觉得蛮需要提醒大家，就是东家追大赤鲸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希望大家呢能够评估自己的自身海泳的能力。我们去了这5天，基本上每天浪都是非常大的。那如果你本身是没有海泳的能力，然后或者是你的梯蹼可能是脚踏车脚这种，就基本上你是追不到的。你一定要有一定的平潜能力，或者是就是浪很大的时候，你也可以保持镇定，这些能力都是非常重要。那也请大家记得不要太高估自己的能力，希望你们都可以去询问一下你们身边的友人或者是你们的教练，去评估自己的能力，因为大家通常都会对自己的能力就是会觉得说哦我好像可以，但其实不行。以上推荐给大家。然后对了，最后非常推荐欧大的团。我们这次呢，前面3天是 Anna 当摄影，后面2天是欧大当摄影。那我这一趟呢，得到了非常多很漂亮的画面。跟大家讲，就是如果你本身 GoPro 就是运动相机，你不是很擅长使用的话，如果你参加摄影团，就拜托放下你们的运动相机了，好好去观察这些漂亮的生物，然后好好的跟他们互动，让那个摄影师们帮你拍下就是最值得纪念的影片，因为他们的相机画质这些都绝对比你的运动相机好太多。以上我们就准备飞机见啦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